据俄媒报道，上周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举行海军节阅兵仪式，纪念俄海军成立325周年。俄总统普京出席该阅兵仪式并发表讲话，指出俄罗斯能够发现任何水下、水面、空中敌人，并在必要时对其进行不可逆的打击。同日，俄罗斯的其他海军基地也举办了海军节阅兵式和相关庆祝活动。据俄国防部消息，全俄参加活动的各型舰艇约200艘，飞机80多架，官兵1.5万多人。当地时间上周日上午11点，俄罗斯总统普京从圣彼得堡市中心彼得保罗要塞出发，登上03160型巡逻艇改造的检阅船，在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和海军司令叶夫缅诺夫陪同下，沿涅瓦河检阅了复制的波尔塔瓦号战舰、22350型护卫舰、卡萨托诺夫号等各型舰艇。随后，普京登上河岸并发表讲话。他表示，俄罗斯能够发现任何水下、水面、空中敌人，并在必要时对其进行不可逆的打击。О заветах Петра I, которые он подробно отразил в уставе морском, ни перед кем не спускать флаг корабля, не отступать и не сдавать корабль врагу. С праздником вас! Да здравствует российский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й флот! Ура! 路透社提到，普京这番讲话正是发生在英国和俄罗斯黑海冲突事件之后。6月23号，俄罗斯在黑海水域发现闯入的英舰卫士号，在口头警告无效后，俄军出动大批舰机，先后采取警告射击、往英国军舰航线投射炸弹等警告动作。6月30号，普京在参与直播连线节目时就放狠话，指出，就算当时俄罗斯一举击沉英国军舰，第3次世界大战也不会爆发。按照惯例，圣彼得堡的海上阅兵仪式除市中心部分外，还会在该市西部芬兰湾、喀朗施塔德岛附近展示其他较大舰艇。此次阅兵中，俄军还出动了11711型大型登陆舰彼得摩尔古诺夫号、1146型巡洋舰乌斯基诺夫号以及3艘核潜艇。其中，俄罗斯最新型的战略核潜艇弗拉基米尔大公号是服役后首次参加俄海军重要活动。该潜艇能携带16枚布拉瓦洲际弹道导弹。此外，有俄罗斯神盾舰之称的卡萨托诺夫号护卫舰也参加了当天阅兵活动。俄海军航空兵为主的空中编队也展示了苏33、图142和卡52K 等各型飞机。弗拉基米尔大公，它水下排水量2万多吨。这个已经是世界可以说是 No.1 了，因为它比这个美国现役的俄亥俄级，它的排水量还要大个几千吨啊。第二点是啥呢？它搭载16枚的潜射弹道导弹，布拉瓦的射程9000多公里，美国现役最强的这个潜射导弹，它射程是多少呢？7、8千。所以它在排水量上和它的弹的射程上，实际上都已经超过美国的了。而在本次阅兵开始前一天，就有俄罗斯媒体记者探访受阅军舰奥列涅戈尔斯基戈尔尼亚克号大型登陆舰。这艘军舰长112米，比一个足球场还要长。奥列涅格尔斯基格尔尼亚克号是一艘大型登陆舰。最重要的是，现在我的下方是宽阔的坦克底舱。该登陆舰一次可以运送10辆战车和22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至登陆点。Для меня это особенная честь, так как я сам родился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и учился здесь. Это большая честь, также больша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как перед, собственно, Северным флотом, так и перед всеми граждан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обственно, для которых мы и служим, несем свою морскую службу. 俄罗斯海军节阅兵式经常邀请其他国家的海军舰艇参与，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皆为其常客。2019年，中国海军第32批护航编队中的西安舰就参与了圣彼得堡的海上阅兵式。此外，在北莫尔斯克、波罗的斯克、塞瓦斯托波尔、卡斯皮斯克以及叙利亚塔尔图斯等海军各基地也在同日举行海军节阅兵式。其中，黑海舰队组成2支水面编队，共计10艘舰船开展水上阅兵式。
里海区舰队第2次在卡斯皮斯克举行大规模海上阅兵。据俄国防部消息，全俄参加海军节阅兵活动的各型舰艇约200艘，飞机80多架，官兵1.5万多人。今年是俄罗斯海军建军325周年。1696年，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统治者彼得大帝着手组建海上舰队，开创了俄海军的历史。2006年5月3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布命令，海军节作为海军纪念日被确定下来，日期为每年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